身为跨性别，当你觉得被冒犯的时候呢，不要急着生气，先暂停10秒钟。大家好，我是维多利亚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索生活。有一位跨性别的朋友，那他因为一件社交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不算很新啦，距离现在应该超过半年了吧，闹得有点大啦。那很多的网友对这位跨性别的朋友呢有一些指教跟批评。那这位朋友他从头到尾都采用很正面回击的方式去应对，这件事情就火越烧越大。那一直到现在超过半年了，都还有人在讨论。那我稍微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其实事发的双方啊，两边的当事人都没有恶意啦，应该是沟通上出了问题。身为跨性别的一员，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这个反应。毕竟 LGBTQ 族群在社会上已经是少数了，那跨性别在这个族群中又是少数中的少数，所以是非常的弱势啊。那跨性别族群绝大部分都会有这样子的防备心，这个是人之常情啊。那不过在这边呢，我也要丢一个问题给这些跨圈的朋友们思考一下。有时候有些你觉得非常恶意的留言，会不会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？我举一个我最近的例子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前一阵子啊，有一位网友在我的某一支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，抱怨说我的影片标题用了国旗的图案。那如果是大部分的跨圈朋友看到这个留言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个人是怎样，他是来找茬的吧？我就很理性冷静的跟他解释说，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会用国旗图案是为了要省 YouTube 的标题的字数。结果这位网友听我解释之后呢，他的回应呢就缓和下来了。他就有跟我解释说，其实他并不反对，并不排斥跨性别族群。他会这样子讲，只是因为他不喜欢某一些利用国旗无限上纲某些议题的特定族群。这个特定族群不是只有性别议题各个方面都是。那我又进一步跟他解释说，我是真的为了要省字数才会使用国旗的图案。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最好的办法。不过未来如果有更好的方法的话，我也愿意尝试。虽然这位网友并没有变成我的粉丝，但他也没有变成我的黑粉。你看，其实只要这样子短短的一小段的对话，我觉得少了一个敌人了。那大部分圈内朋友啊，碰到这些不友善的留言的时候，都会有几个反应，要么就是呛瞎，不然就封锁、删除，甚至更激烈的，甚至会说要去提告。你这么做会有几个后果？第一个，如果对方其实本身没有恶意的话，被你这样子一弄，他原本不是你的敌人，反而被你搞成是敌人了。那第二个，如果说对方他原本就有恶意的话，你这样子反应这么大，会让他们觉得很兴奋，就像猫咪喜欢会动的东西一样。对，你越动，反应越激烈，他们会越兴奋，他们会攻击的越起劲，甚至会找更多的酸民来攻击。那当然我不是说不能使用这些激烈的方式啊。不过在使用这激烈方式之前呢，不妨你先用一些比较冷静、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试试看。举个例子，譬如说你可以比较理性的去跟对方解释说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像我刚刚的那些例子，或者是说你对于一些谩骂，你就很简单的讲说谢谢指教，或者说我尊重你的意见，这样子简单的带过去就可以了。那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比较难产的留言啊，像有一些是刻意来引战啊、钓鱼啊这一种的，那你就可以考虑干脆就不要理他，不理他，然后你也不删除，对，然后也不隐藏，反正就是让他自讨没趣。如果说对方真的讲的有道理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不妨适度的接受。那以上我说的呢，当然不是标准答案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跟经验啊。如果你对自己吵架很有信心，对自己比战超有自信，你觉得你从来没吵输过，那你想要用很强硬的方式去应对这些酸民或黑粉，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啦。不过如果酸民黑粉的问题其实已经困扰到你了，你不妨尝试一下我说的方法。跨性别已经在社会上是很弱势的啦，那既然我们知道自己很弱势，那是不是应该少树立一些敌人，多交一些朋友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呢，我们才能在社会上能够立足的更稳定、更快乐嘛，不是吗？
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